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赤色要塞的速通。这是一款需要开车的游戏，我本人是不擅长开车的，所以今天的视频来自于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听起来就合理啊。速通用时8分20秒。这款游戏一共有6关。所以平均算下来的话，每一关通过的时长还不到1分半钟，车速是相当的快呀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这款游戏我录制过几次，包括一些改版。今天正好借着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不同的版本。我录制过街机版，还有现在玩的家用机的美版，以及磁碟机的版本，这是比较常见的。另外有几款不常见的版本，分别对应了上古时期的不同的个人电脑平台，至少有3个版本。共同点是画面比红白机还要弱很多，基本上相当于雅达利2600的水平。另外还专门推出过手机的版本。街机的版本可能很多的70后或者80后小的时候见过或者玩过，但是街机版的难度太高了，它的屏幕是纵向的，没有非常清晰的关卡的分界线，你需要从头打到尾。BOSS 也非常少，最终 BOSS 就是咱们打的那幢大楼，并没有最后的超级坦克。操作的手感也不好，尤其是你的车头转向是有延迟的，所以很多的情况下你操作出来的导弹的方向是跟不上你的思路的，尤其是玩过红白机版本的小伙伴会感觉超级的别扭。街机版对于有强迫症的小伙伴也不友好，因为上车的人质数量是有限制的，自己玩的话你是无法救出所有人的。大家想一下吧，地面上的人质不停地在向你招手，你的坐票还有站票都满了，只能开走。街机版的名字也非常有特色，世界版本叫做豺狼，就是这个部队的名字。美版叫做顶级枪手，这个名字我觉得有待商榷，但也无所谓了。日版叫做特殊部队豺狼。日版在操作上有一个看似合理，但是很多小伙伴现在已经无法适应的设定，它的机枪的发射方向是和车头的朝向一致的，听起来就十分的合理啊。美版的机枪是固定向上射击的，和大家从小玩到大的版本一致，所以能够调整机枪方向的设定反而让人觉得无法适应。但是这个设定还有更加奇葩的版本，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磁碟机版，磁碟机版的缩水非常严重，它的战场只有1个屏幕宽，所以内容非常少，而且阉割掉了这款游戏的第1关，直接从第2关开始，人质的数量也非常少。第3关的 BOSS 就是那艘战舰，是竖着摆放的，这样的话虽然屏幕的宽度不够，你也能看见它的全貌。这里大家看一下第4关 BOSS 的打法，
这个 BOSS 如果想速通的话，必须在他出来一次的过程当中就把他干掉，这样微操是非常多的，有一点难度。因为对面的子弹也非常快，所以你就需要射一发，躲一下，射一发，躲一下，连射7发。对于玩家的手速还有体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咱们说回磁碟机的版本。磁碟机的版本虽然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流传下来，就是游戏的名字，全称叫做《最终指令：赤色要塞》，这也是大家俗称的本作的名字的由来。我有一段时间一度认为赤色要塞这个名字是地商给起的，但最后发现并不是。最终指令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和空中魂斗罗重名，因为空中魂斗罗是地上给起的名字，它原本的名字叫做最终指令或者是最终任务。第5关的 BOSS 只需要拆车库和大门就可以，5发导弹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最后跟大家补充一下，磁碟机版有一个奇葩的模式，就是 B 模式。B 模式的话，2个人操作1台车，其中的2P负责机枪的发射以及炮弹的方向，这对2个人的默契程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。这里可能是游戏当中的最后一个机场了。速通的话肯定是不考虑救人质的，每送走一个人质应该是加500分，过关之后的结算再给你加2000，这个分数还是比较可观的。刚才的角落里边我记得有星星，星星有3种，绿色的是蒋灭，橙色的是蜻蜓，闪光的是把武器的威力升到满级。这个地方一口气冲过来。有小伙伴可能会问说，大叔啊，你怎么没介绍关卡的名字？本作的关卡名称是用敌方的检查站命名的，包括了阿尔法、贝克、查理、德尔塔、探戈还有祖鲁。主人公的团队就是豺狼部队，4个人组成，包括了德克尔上校、鲍勃中尉、昆特中士还有格雷下士。4个人，2辆车。转眼已经最终 BOSS 战了，这里的走位最好是围绕着中间的区域，这样输出打得比较足，尤其是你的机枪。我感觉我手上的资料还没有介绍全就已经通关了呀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赤色要塞速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